终于等来了三河市领导被处理。廊坊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，广告牌匾禁用红蓝黑底色等问题，三河市委主要负责人被免职。太荒唐了，手上有点权力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。此前官方说去红是因为红色让人亢奋，蓝色显得太俗。一个城市公开反感红色，这份抵制亢奋的心，你很难想象这些人在特殊场景下是怎样的一种厌烦和难耐。我不是要给这些人戴什么大帽子，而是觉得个人色彩一旦在权力的手中无限放大，就会凌驾于共识之上、法律之上，会让别人心里留下巨大的阴影。这个阴影是灰色的，是黑色的，令人灰心丧气的，比他们讨厌的黑还要黑。比如莫名其妙屈服了改成绿色的蜜雪冰城，还有当地医院的绿十字。从这些屈服的色彩中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疯狂和猖狂。如果能够得着，他们敢变天，这天的颜色也敢改，海的蓝色也敢变，因为他们不喜欢红色亢奋，蓝色太俗，不喜欢就改。果真是三河市的领导纯纯的个人审美有偏好吗？我看未必，而是权力太任性，甚至不排除背后有利益驱动。不喜欢就改跟不合法就改是两码事，法无禁止则可为，但在三河市权有禁止不可为，权大于法。这种习惯一旦形成，一旦没人说不，就会后患无穷。我们看到三河市的广告牌匾换色彩，是权力的个人色彩对别的色彩零容忍。这种人难以想象他对不同意见会有丝毫的包容态度。这种人能干到一个市的主要领导位置上，不知道一路走来凌驾于多少人的意志之上。这才是这起事件真正需要深刻反思、吸取教训、全面整改的重点所在。好在通报还表示，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负责人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。意思是这事还没完，让人很期待。去红色去蓝色，为什么能在三河市这个权力生态中畅通无阻？为什么应该零容忍的事，在三河这座城市没被零容忍？为什么权力的个人审美偏好一定要让做小本生意的老百姓来容忍？就是因为没有去媚色，没有去媚色。前面是下面的人媚权不敢说不，后者是拍板的媚权，我知道你不敢说不，否则这么明显侵害群众利益、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，不会到今天的通报中才说要零容忍。甚至连医院红十字都欣然地改成了绿十字。可想而知，这个生态环境当中对权力的媚已经到了什么程度？权力不去媚，生态就会媚。权力面前一副媚态相，这起风波无论是形式助于的媚，还是利益驱动的媚，都是权力这双有形的手没管住。一座城市广告牌令权力部门尽蛇腰，改一遍老百姓出钱，改回来又出一次钱，老百姓太难了。生意这么难，还让你没有修身养息的机会。权力这双手想着法子到你的口袋里摸一摸，摸到你窘迫的喘不过气来。想想看，到底是权力没出屎呢，还是权力没钱花？希望联合调查部门查一查，算一算，查查看谁提的这个议，谁拍的这个板，算算看给党和政府形象损害有多少，最后怎么把责任落到这些人的头上。查查看承接换广告牌项目的是哪家机构，谁的关系户，算算看这来回折腾花了多少钱，账由谁来结。通过查到底算到头，给人民群众有个讲得通的逻辑，算得清的结果，否则到时候某些人老百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要管，这是灾难。三河广告牌事件是三令五申要求改善营商环境下典型的顶风耍权力。当别人都在大讨论为什么六小龙不是出在我们这座城市，为什么别的地方政府部门像个店小二，我们像皇帝，为什么别的城市对企业有求必应，无事不扰，我们这儿3天2头到企业跟前狂刷存在感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在顶风乱作为，反向乱操作。这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距，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多难以赶上的差距。根子出在权力，落后在于观念。
什么时候对这样的权力零容忍了，老百姓就好过了，营商环境就有救了，就不会挂在嘴上说一套，实际工作又一套了。你说呢？